如果要说中国景色最丰富的自驾路线，那么青甘环线一定榜上有名。中国最大的湖泊，酷似外形的戈壁，比海更纯净的盐湖，如油画斑斓的丘陵，甚至是极致苍凉的沙漠。而手抓羊肉、牛肉面、蜜瓜，各种大西北的美食和风景一样诱人。那么，现在出发，开启这段多彩之旅。这一次，我们从青海的西宁出发，沿着315国道一路向西，途经芒崖市，折返前往鄂博良，经冷湖镇进入甘肃的瓜州和张掖，拐个弯去位于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，最终到达兰州，全程超过3000公里。其实2020年7月我来过青海，当时走到了冷湖镇便返回，这次一半是故地重游，另一半是弥补遗憾。在西宁一定要吃羊肉，这是4年前来青海我最大的收获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永华食府，要吃青海特别有名的羊肉。好，谢谢。羊肉的肉质细腻紧实，口感鲜嫩无膻味，绝对会刷新你对羊肉的认知。而和新疆常见的烤羊肉串不同，青海的羊肉一般都是水煮。除了羊肉，其他西北美食也值得一尝。第二天，我们启程出发，第一个目的地是茶卡盐湖，途中会经过青海的名片青海湖，这也是青海名字的由来。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湖泊，面积约4650平方公里，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中。记得上一次是7月份前来，湖水、草原、花海组成了清新的田园景致。中午，我们在青海湖附近的休息区吃了午餐。那就坐这儿吧。就坐这儿吧。好，这边的物价还是很低的。去年就是个1700-1800买的，今年连这个章开不起来。哦，今年连章都开不起来。一天没这个300-400啊，有一天过了连100都进不来。哇，那真的太吓人了。今年这生意难做。你看我们还没过什么，人过这连工资都开不起。对。我们2个开的。是。今年好多人都失业。就是今年不知道，就是国家打仗的原因嘛。打仗的原因没有打仗。旅游的嘛是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反正就今年人少啊。今年人少，做啥的都喊，哎呀，今年生意难做。是。这个地方的餐馆很多，但是游客非常的少。按照往年来说的话，应该游客很多才对。下午4点左右，我们终于到达了茶卡盐湖。现在来到了茶卡盐湖，现在正在往盐湖的方向走。茶卡盐湖是青海的老牌景点了，
因为可以拍到天空之镜的照片而闻名，但现在景区越做越烂，商业化过重。为了刺激游客消费，将景区大门修得很远，然后弄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岩雕。要不是顺路，完全不值得来。而至于天空之镜的照片，不仅看天气，而且沿途能拍类似照片的景点，还有后面的大柴旦翡翠湖。不过在茶卡镇住的酒店却性价比很高，居然才100块一晚。实际上这一路的酒店大都如此，物美价廉。我们现在去吃饭，现在天气特别好，而且人不多，很凉爽。晚餐继续是西北美食。有些人跟你老师说，本地产不了这么，你看这地方也什么都不长，什么对吧？有些是这些都是本地的啊，番茄是，这些都是本地的，桃是，杏儿是，这也是本地的啊。那这是苹果吗？就这个绿色的是苹果。哪个？就这个绿色的。哎，苹果。啊，苹果，应该酸酸的，挺好吃的。这个多少钱一斤苹果？这10块啊。镇上的水果因为大多都是外地产的，所以卖得很贵，而西瓜却很便宜。这个大的西瓜皮稍微厚点，小的皮薄。只要甜就行。瓜包钱。这个西瓜一看就好吃。这个瓜你称一下多重？12块钱。好。这个西瓜特别的甜。到达茶卡收费站。清晨，我们启程前往另一个盐湖——大柴旦翡翠湖。这里和茶卡盐湖一样，其实原本为矿区，因常年开采而形成了大小不一、深浅各异的盐池。阳光照射下，湖面呈现出浓淡有致的鲜艳色彩。从空中俯瞰，仿佛镶嵌在戈壁上一颗颗翡翠宝石。晚餐我们去吃了当地特色的坑锅羊肉，虽然肉好，怎么做都好吃，但我个人觉得调味太重，反而失去了羊肉的鲜美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西北大环线的地图，我们这次的路线和这个地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。从大柴旦离开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位于芒崖市的花土沟镇。途中会经过好几个景点，加上路途遥远，这也是此行最疲惫的一天。第一个打卡点大地之血，因河床呈现鲜红色而得名，从航拍的视角看确实震撼，但实际到访多数时候色彩偏淡，网络上看到的照片多为滤镜的效果，不推荐停留。继续向前便会经过315国道的网红 U 型公路，这2年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，导致游客激增。可以看一下这条公路上面真的太夸张了，这帮游客已经把路给堵上了。建议大家来这边旅行千万不要像这样子，这是非常错误、非常危险的行为。下一个景点就是上一次青海之行我最爱的东台吉乃尔湖。在亲眼所见之前，很难想象在高原戈壁之上会有这么一片清澈湛蓝的水面，但即使亲眼所见，这里依旧美得如此不真实。湖水之所以呈现纯净的蓝色，是因为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矿区，里面富含锂盐。3年前湖泊一度干涸，成为一片荒漠，然而2024年
马尔代夫再次现身高原。遗憾的是，目前湖水又已经干涸，是否能恢复是未知数。我想，生命是有限的，而美景如是。而离东台吉纳尔湖不远就是水上雅丹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水山雅丹地貌群。独特的风蚀地貌与湖泊相结合，硬朗与温柔看似相反的两个词，却如此巧妙地合二为一。从水上雅丹离开，我们要驱车前往300多公里外的芒崖市的花土沟镇。这一路将是苍茫的戈壁景色，看着窗外，我不禁感慨，世界不仅有鲜花和小草，也有戈壁和沙漠。而人生短暂，我们理应走得更远，感受这个世界的辽阔。因为几年前走过这条路，印象中一直是翻山越岭，而这一次没想到在戈壁之中行驶了一大半的路程，最后100多公里居然走上了高速。芒崖市是以石油、芒硝和石棉开采为支柱产业的县级市，而花土沟镇则是其行政中心，也可以理解为它的市区。这个小镇仅仅只有不到3万的常住人口，且大部分是外来人口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酒店，5块钱买的水果。我们现在出来吃晚餐啊，今天唯一一顿正餐。对，还是唯一一顿正餐。这是一个石油小镇，所以经常在街上可以看到穿工作服的人。因为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，所以自然有了丰富的美食。比如我们居然在这天高地远的地方吃到了正宗的川菜。这是58一份的毛血旺，哇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分量，太夸张了。而这里面的配菜超多，还送西瓜呢，哇，太棒了这家。其实如果不去恶魔之眼，完全没有必要到这里，可以直接前往冷湖镇。现在想来，恶魔之眼是4年前我第一次来青海最直接的动力。那时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斑驳的大地如同一幅抽象画，一汪泉水如同眼球一般在凝视着天空。
同样，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无人机，我并不推荐前往。这一次，我们也直接放弃了。对了，芒芽还有一个翡翠湖，但比起大柴旦翡翠湖多种的色彩，芒芽翡翠湖的颜色就只有单一的青苹果绿色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芒芽翡翠湖的入口，看青苹果的风景。这段要登记，现在要登记。现在这个搓衣板的路上行驶，前方可以看到连绵的雪山。票之后，我们要坐摆渡车才能到芒芽翡翠湖。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可以把车开进来的，但是刚才门口的小伙子说，因为出了事，所以就不能开车进来了，必须坐摆渡车。因为现在景区禁止自驾进入，但接驳车实在不便，而整个景区也没什么新意，比我几年前来的感受差远了。同样建议大家可以忽略掉这里。鄂博梁是上次行程最大的遗憾，这一次我将弥补这个遗憾。一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，我们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，有一种不真实的孤独感，这也是整趟旅行给我最直观的感受。比起新疆和西藏，青海更显苍凉，而这种苍凉造就了其独特的美。因为错过了一个路口，我们差点找不到鄂博梁的方向，不过还好，最后终于顺利到达。我们现在到了火星营地的门口，但是还在看怎么进去。这个白色盒子放副驾驶脚底下，然后现在这个蓝色车是你们车的位置，然后按照红色路线走。好的。红色路线救援是免费的，比如说你下车了，救援是免费的。OK。要超出红色路线救援就收费先起步。好的。它是有导航、讲解、救援。导航讲解是自动导航、自动讲解的，救援的话你就点一下我的。好的。没事，点一下，你点一下我的，对，再点一下 SOS。对，这是。好。然后这边类型、电话号码和反馈内容调成有提交就行了。OK， 好的。比如说，你要是在这条红色路线上，比如说你要车化的，我就没办法，就只能把你人给拉出来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不想走完全程，我们可以原路返回是吧？可以。好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比如说这个平板不导航、不讲解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上滑，清理后台，先打开绿色的 SOS。这个先点一下啊。对。好。强行停止。OK。没事，点一下。好。强行停止，返回。再滑一下，打开灰色的 master， 点击打开。后台服务不想。现在这边的网络状态是不可用的，这。现在不可用的变成可用之后侧滑。对，好的。好的。我们这个车也是要去火星的啦。现在我们拿着这个 iPad 准备出发了。这个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鄂博梁的每一个景点的情况、路标的情况都可以看得到。现在正在向着鄂博梁的方向进发。火星探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下面我们即将开始火星奇幻之旅。首先，为了更好地完成本次探险任务，我先带你了解下你即将进入的火星区域。火星上的阿拉伯高地有很多小型通道和沟壑，有的嵌入坑壁，有的还有液态物体流入火山坑的痕迹，与地球上的冷湖鄂博梁雅丹形成的风蚀地貌相似。冷湖鄂博梁雅丹群落位于冷湖镇西部约80公里。鄂博梁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雅丹地貌群柴达木雅丹地貌的一部分。7500万年前，柴达木盆地形成，经过数千年风的雕刻，铸就了这片波澜壮阔、形态万千的地质奇观。上次来的时候，鄂博梁还未被开发，所以禁止游客进入，而这一次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景区，大家可以自驾进入，每辆车的收费是500元。
那些大自然杰作之下的土堆带着强大的神秘气息，那是一种神奇的吸引力，让人既害怕又兴奋。我不得不束手就擒，言语在这一刻变得如此苍白。从鄂博良离开，我们将在冷湖镇住宿。这里本来是无人区，上世纪50年代末，冷湖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，吸引了大批的石油工人前来开发建设。然而，随着石油资源的逐渐枯竭，冷湖的经济开始走向衰退。如今，这里的常住人口也就2000多人。距离镇上约10公里有一个荒废的石油小镇，曾是冷湖的老城区。断壁残垣间仍然可见昔日的招牌与标语，仿佛能听见那个时代的喧嚣与希望。曾有数万人在此生活，他们的青春在这里闪耀。如今只剩下沉默的大地和璀璨的星空。我永远会记得4年前在这里看到的星空，那是我此生见过最灿烂的星河。从冷湖镇离开，我们将驶出青海，来到甘肃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考虑再三，我们没有选择在敦煌停留，而是直接前往了距离敦煌100公里外的瓜州。瓜州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而的确地如其名，瓜州也盛产蜜瓜和西瓜。哇，这瓜州就产瓜。哦，不用夸，哇！好。瓜州为什么叫瓜州？因为它以瓜出名。终于知道为什么瓜州叫瓜州了。这个地方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品尝啊，真的。对，都可以随便品尝的。因为只停留1天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只安排去看了近几年很火的几个雕塑作品，特别是大地之子。长15米、宽9米的巨大婴儿形象趴在大地之上，安然酣睡，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。
而另一个作品《无界》，6000多根洁白的钢管搭成了一座虚实结合的唐代宫殿，灵感来源于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唐代壁画《金变画》。整个雕塑宛如海市蜃楼般的漂浮在戈壁之上。而在瓜州的美好回忆，自然也少不了美食。从瓜州到张掖一路高速，饥肠辘辘的我们决定先下高速吃个午餐。没想到随性之举，却让我们吃到了此行最好吃的牛肉面。这13块钱点的牛肉干拌面，张掖的七彩丹霞历经2400万年的地层沉积、地壳运动与风化侵蚀的共同雕琢，才形成了如今这鬼斧神工的奇观。那一层层流动的色彩，宛如天地间巨大的画笔精心绘出。在青甘大环线的尾声，我们从张掖直接前往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镇，开启了2天1夜的沙漠之旅。张掖到巴丹吉林镇仅仅2个小时的路程。这座建在沙漠之中的小镇，看上去和国内大多数普通小城没什么区别。想象这么漂亮的一个城市是在沙漠里面，非常的干净整洁。酒店200块出头，房间也很大，但整座城市却有种萧条的感觉。晚餐我们就近找了一家川菜馆，点了西北特色的沙葱炒鸡蛋，还有干锅排骨。一幅非常大的油画，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的沙漠里面的庙。这有一本非常漂亮的摄影集，就是关于阿拉善的，有沙漠，有胡杨林，非常的震撼。第2天一早，我们正式向沙漠进发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沙漠的座驾。在我们进沙漠的找师傅是蒙古汉子，相当健谈，而且风趣幽默。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啊？哎，这不能说，这个是国家秘密。这国家秘密。我们这个城里面人特别多，总共你这个流动人口，
就是牧区下面放牧的啊，合起来不到1万口人啊。你说多不多？这是咋说呢？咋说呢？不敢说吧？不敢说，人太少了啊！在这个现在在这个镇上，住的也就是个5000多口人啊，5000多人。这小妹你是哪个地方的？我是东北的。啊，东北人能喝酒啊？能喝酒？东北人能喝酒啊？喝不了一点。哎，喝不了一点。你说出来东北的，你就能说能喝。哎呀，你把我们东北的名声都弄的。你说我是东北人，能喝能玩。这不是说内蒙古的人喝酒更厉害吗？蒙古人不行，蒙古人就干啥也不行。蒙古人就什么东西也不会做，就开个这个美女还差不多。从主路拐出来，我们随即进入了一段极其颠簸的搓衣板路。还有这个颠的。你看这啥子特别比人生都好。多装点回去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川湾的风景逐渐从可以看到杂草丛生的戈壁，过渡到了完全纯净的绵延沙丘。慢慢，搓衣板的颠簸也变成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。仅仅2个小时，我们已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们在沙漠中看到的第一个湖叫伊和吉格德湖，据说因为湖边长满沙枣树，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大沙枣海子。这个湖泊乍看之下并不惊艳，而在无人机视角下却可以发现其中有一片形似红枣的小湖泊。另一个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准吉格德，俗称双色湖，一粉一蓝2个湖泊很是特别。中午刚过，师傅嘴里4年没下过雨的沙漠居然飘起了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雨水和沙漠实在是如此矛盾又不可思议的存在。干燥炎热的天气此时变得凉爽，我们在雨中继续前行。很快便到达了巴丹吉林中最受欢迎的红海子达格图。这个湖泊奇异色彩的奥秘在于其中生活着一种单细胞藻类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合成了一种红色的蛋白质。当无人机升起，发现它的边缘是更加浓郁的深红色，像一个个簇拥在一起的红色细胞，色彩浓烈而富有细节。在其中还可以发现赤麻鸭和黑翅长脚鹬的身影。看似毫无生机的沙漠里，却处处充满了生机。
远处的骆驼在吃草。你做表情，哎。另一个知名景点是英德日图，湖中有一处奇石，上面有108个泉眼，日夜不停地流出淡水，泉水甘甜爽口，而被誉为大漠神泉。我们没敢去尝尝泉水的味道，只是在湖边随便走走看看。继续在沙海中冲浪遨游，找师傅故弄玄虚的在一个陡峭的沙峰上停了下来，然后让我们自己爬上去看。当站上沙坡，视野豁然开朗，我们站的地方叫仙女峰，而眼前这片开阔的湖泊叫苏敏吉林，也叫妙海子。我们今晚住宿的酒店也在这里。妙海子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建于1755年的藏传佛教寺庙巴丹吉林庙，一砖一石一木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，很难想象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，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修建出这样一个寺庙。晚上我们住进了妙海子旁边的酒店。老李家欢迎你。我们今天住老李家是吧？能洗澡，有空调 WiFi。 当然想住得更好，可以选择蒙古包，价格会略高。餐饮方面的选择也比我想象之中丰富太多，沙葱炒蛋，还有酸辣土豆丝儿。在沙漠里面吃到了羊肉馅的饺子，特别的咸，还有西瓜可以吃。本来拍拍沙漠星空是我一直的心愿，但因为云层太厚，加上这段时间的旅途疲惫，干脆就直接放弃了。非常负责任的早师傅又带我们去了妙海子。经验老道的他说，早上没有风，拍倒影好看。然后又带我们去看了2个湖。说实话，昨天看到的风景我已经非常知足，感觉如同完成了工作任务一般。现在是完全放松的时刻。静下来，听风的声音，好好感受这片看似无边的空旷和静寂。在进入沙漠之前，我对沙漠充满着各种幻想。它如此浩瀚，让人忍不住想靠近；而无边的荒芜又让人想落荒而逃。而当我身在其中，望着茫茫的沙海，简单而广阔的世界，内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外面的世界完全被隔绝开来，一切都暂时与我无关。找师傅说，有人1年要来好几次，也有人每年都来。或许他们也是爱上了这种平静感吧。
从巴丹吉林离开，我们将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兰州。在兰州怎能不吃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呢？这里要科普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事情，我们在大街小巷经常看到的兰州拉面其实是青海人开的，兰州人是不认可拉面这种说法的，在兰州只有牛肉面而没有拉面。一碗量大味美的牛肉面为这次旅行画上了香气四溢的完美句点。